苏州的失业潮啊，是真的来了，房地产、金融行业、制造业都在大批量裁员，就连面试个外卖员、快递员啊，你都得排队。现在月底了，要开始交房租，工作是真的找不到。这武汉这是什么破地方？工作这么难找，去面试了一个回应的都没有。现在武汉的真实情况真的是把人吓一跳，说出来可能没人信，但是我真的有点面不动了。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带来的挫败感太强了，焦虑的让人想哭。6块1个小时啊，全部都是6块啊！现在行情今年都不好做，全部都是6块，你们爱做不做，全部都是6块。打工人的辛酸啊，真的来了。现在失业的人啊越来越多了，江苏混不下去，浙江混不下去，广东啊也混不下去了，就提着桶啊来回跑。很多外企也离开了苏州，即使没走的呢，产量啊也在大幅度缩水。很多小微企业现在呢都在想办法找银行贷款强撑一波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米林。中国经济急剧衰退，就业市场恶化，失业率不断的攀升，特别是年轻人想找份工作变得是越来越难了。很多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，还有许多底层百姓无工可打，生活没有着落，睡在大街上。网络上许多博主都在诉苦，正在失业当中，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处于崩溃的边缘，民间怒火一触即发。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中国年轻人正在经历的失业潮。那个 boss 吧，现在为什么要通过 boss 去找工作？为什么不多设置几个平台，就一定要用这个 boss？ 根本找不到那些破玩意儿的工作，让我怎么过怎么活，好吧？天天晚睡也睡不着，天天待在这个房间里。现在失业的人啊越来越多了，江苏混不下去，浙江混不下去，广东啊也混不下去了，就提着桶啊来回跑。现在呢还有很多普通老百姓啊每天都在找工作，我想呢他们已经对自己的人生绝望了，对未来啊都感到迷茫了。这些跑四方的老百姓啊可能也想着回家，但是啊已经跟家里人说过有工作了，那又怎么能回呢？部分人啊找工作就找了1个多月，不是工价低，就是要么工厂不要男生，甚至啊工厂不要年龄大的，不要学历低的。他们啊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出来打工啊也可能被饿。或许啊只有经历过绝望的人才会感同身受吧。社保被搬上了，赔偿是正常赔的吗？对，正常给的 N+1，年假是按日薪折算的。那你怎么打算的？反正我是觉得你可以借这个机会休息休息，也不用太焦虑吧。我感觉我1个月工资咱俩省着点花也够咱们的开销。说是这么说呀，但现在咱们这个房租期钱压力还是挺大的，只能说是尽量让自己不那么焦虑吧。我这2天想着先把简历给做了。武昌写字楼的灯光呢没有以前多了，软件园的裁员名单呢也像裹脚布一样特别的长，就连江汉路的网红奶茶店都空了一半。你以为武汉人还在享受产检经济带来的福利吗？真实情况就是武汉众多的上市公司多少都有业绩下滑的风险。我一个大厂的朋友前2天在一起吃饭，说是被辞退了，但是呢公司也没有多余的辞退金，然后有车有房，结果呢每个月要背1万多的车贷和房贷，每天是苦不堪言呐。大家有过连续面试失败的经历吗？有时候面试官的问题也没有多难，自己却被问住，结果不用说了，肯定没戏。我想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明明知道自己很菜，心里早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。面试的场景在脑海里被预演过无数遍，可当结果实实在在砸下来的时候，那种沉重感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每次失败我都问我自己，我真的就这么差劲吗？一位博主说，现在找朋友诉苦，发现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，都在失业。那么另一位博主也表示呢，已经失业107天了，又找了1天的工作，结果工作没找着，太热还差点中暑了。马上就9月份了，还没有找到工作，大概只有我了吧，崩溃了。这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，大家纷纷留言说，失业了整夜的睡不着觉，我也来打个卡，已失业9月份，每天都在找工作，可就是没有合适的。我从4月1号开始不上班，到现在差不多5个月在失业中。有网友说，大家来看看吧，不是我不让你们出来呀，现在在苏州市场的行情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每天都是人满为患，但凡有一个厂是要暑假工的，它都是爆满的情况，去了之后呢还不一定能够面试得上，还不一定能够进得了厂。现在竞争特别的激烈，也特别的内卷，
有些厂子看着暑期工啊，感觉好像是挺多的，于是就开出了110，一天干12个小时，一天110，9块钱1个小时，9块钱1个小时。兄弟们，就这种活儿，你们还愿意干吗？从我拿到毕业证来到杭州找工作，已经过去了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。要是再找不到工作，就真的要睡马路了。这位网友呢，名字叫做小万，刚刚看了一下，他这2天投的简历大概有1000多份，但大部分公司都是已读不回复。杭州之前呢，他也是带了2000块钱，当时想的是1个月之内找到工作。之前短租了1个月的房子呢，也是在前2天到期了，实在是没办法了。然后他同学在杭州这边上班，他就搬到他同学那边了。中国就业环境越来越恶劣，千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的困境，甚至比想象的要更惨。许多中国大学生陷入焦虑崩溃的边缘。许多网友表示，25届应届生找不到工作，真的愁死了，晚上焦虑到睡不着觉，房租都快交不起了，天天吃泡面。那还有人说呢，读书花钱10几万毕业，月薪才2、3千块，要多少年才能够回本呢？家人们，谁懂啊？主包一个正经本科毕业的大学生，在广东居然找不到工作，现在马上要去工厂干活了。4年啊，4年，主包天天熬夜学习，熬得跟鬼似的，头发都快掉光了，就为了那张毕业证。都说读书能出头，结果主包毕业即失业，主包爸妈更惨，省吃俭用到处借钱，就为了供主包上大学，指望主包出息，结果呢，屁用没有，简历投了一堆，人家看都不看，主包房租也快交不起了，泡面吃的主包都快变成泡面了，兜里比脸还干净，主包4年时间耗进去，就换来进厂打螺丝的结果。你们见过凌晨3点的武汉吗？有一个我不敢去第2次的地方，这里找工作就是在找活路。今年工作好不好找啊？不好找，脏活儿。对，全活。这是在武汉的一个天桥下面，当你吹着空调做着美梦，这里却有一群人已经早早等候在此。在这里2块钱可以买到1大碗白米粥加咸菜，这应该是全武汉最便宜的地方了。天还没有亮，这一群人就已经聚集在这里。他们没有学历，没有背景，为了一个家庭和孩子的未来，他们不怕苦，也从来不喊累。这2天出门，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失业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哪怕工作日，地铁也人满为患，大部分都是为了找工作奔波的年轻人。这是昨天下午2点多的地铁现状。上班时间还有这么多人出门，再想想自己也几个月没找到工作了。一方面投简历石沉大海，哪怕有回复的，也是一些韭菜公司。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类似的处境。裁员真的已经是渗透到各行各业了。就今天我老婆下班回来跟我说，他们单位也在讨论要裁员的事情。我老婆是一家那个私立医院的麻醉师嘛，就是他们麻醉科之前算上主任的话，一共也就5个人。然后今年有一个同事考上中级职称就离职了嘛，然后就在他们讨论还需要再招1个人的时候，然后他们主任就说还好那个谁离职了嘛，不然就还要考虑要裁掉你们中的1个。然后就是现在除了他们主任就只剩3个人在轮流值班，就相当于你要请假的话，就你的班还需要那个主任去顶班这样。所以现在这个就业环境真的是让所有人都提心吊胆的，真说不好哪天就裁到自己头上了。苏州再见了，从山东老家来到苏州快1个星期了，花了快4000块钱了，一个合适的工作也没有找到，找的新工作又被骗了300块钱，还白给干了1天。老爸看到我在这边吃不好睡不好，还天天拉肚子，让我赶紧回家吧。接下来大家一定就是要做好准备啊，以后面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。有存款的不要乱花钱，有工作的千万不要辞工。只要老板不主动把你辞掉，那你就上班，不管1个月挣多少钱，就算挣1000块钱、2000块钱都干，是吧？千万不要辞职。寒冬即将来临，是吧？后面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。就像我一样，我已经在家里面躺了差不多10天了。今年从上半年在厂里面做了2、3个月吧，后面行情一直都不怎么好，都是玩半个月，然后做半个月的。上个月开始，然后厂里面基本上就解散了，没事干了。2025年8月19号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
7月份，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的失业率为17.8%，较6月份上升了3.3%，比2024年同期高出了0.7个百分点，创下2024年8月以来的新高。那不包含在校生的25至2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走高0.2个百分点至6.9%，比去年同期上升0.4个百分点。不过呢，中共官方数据经常是隐瞒不利的情况，这组失业率数据受到普遍的质疑，网友纷纷以自己的经历反驳官方数据，说感觉人数远远高出这个数据呀，难不成只计算辞退优化的人数才算失业吗？那么还有网友在微博做了一个统计调查呢，调查对象是30岁以下并且不再上学的人，共有1184人参与了调查。结果显示，712人正在上班，472人失业，失业率为39.8%。我今年36岁，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小孩，昨天突然失业了。我在湖南永州这座小城市，还有什么优势吗？之前谈了一个男朋友，其实也是父母相亲介绍认识的，就试着处处看呗。结果突然失业了。他跟我说，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跟他父母交代，那不就算了呗，我也理解。我是本科学历，但是好像在永州这个小城市，也不算是什么加分项，毕竟年龄摆在那里嘛。未来3年啊，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了，估计有一半的人要离开城市，回到农村去了。不管是厂里干活的工人，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以后都得回家。你想啊，近30年的基础建设和工业革命的热潮，眼看着就要收尾了，能提供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，大学生找工作太难了，挣钱更是难上加难。这不是美国，也不是非洲，这是深圳的龙华汽车站。躺在地上的就是传说中的3个大神，他们干1天躺3天，吃最便宜的饭，喝不要钱的水，没房贷，没车贷，也没后贷。车子都包完了，都没剩下，人也没有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